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叫做 complex exponential 的概念。complex exponential 的概念。那還有另外一個名詞哦，叫做 complex amplitude。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重點。我們在信號系統裡面呢，我們會希望把這個旋波呢表示成一種複數的形態，也就是 z of t 呢，它呢會等於一個某個 x 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其中呢這一個 x。這個 x 呢，它呢其實就是 complex amplitude， 或者我們叫它 phasor， 或者我們叫它 phasor。那其中這個 phasor 裡面呢，它事實上包含的有振幅、相位、頻率，好，這三個東西。那這個 x 呢，這個大的 x 呢，它事實上包含了這一項，它裡面包含了有振幅、有相位，那我們就稱這一項呢叫做 phasor。而後面這個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t 呢，它就是一個複數的一個旋波，它裡面有旋波的頻率，有它的時間項。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用這個複數的形式來表示旋波呢？那當然有很多原因。那我們在訊號系統裡面就是習慣用這一個方式來表達。那我們的傅立葉轉換全部都是圍繞在這一項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t 這一項上面來做計算。而我們的這個 exponential j omega t 它事實上裡面呢，我們可以想象它其實裡面呢，包含了兩個部分，一個是我們的 cosine， 那一個是我們的 sin。那你會說，老師，我們為什麼要用這麼複雜的方法來表達一個旋波呢？我們有原先的 cosine omega t 就好了。那事實上有很多原因的，那其中有一個原因呢，就是要avoid 避免某些三角函數的計算。你說老師，你引入了更複雜的東西，然後你跟我講說這樣子可以簡化三角函數的運算。這可能嗎？好，我們來講一個例子啊。還記得我們以前學過一個東西啊，叫做 cosine 的兩倍角公式嗎？大家還記得 cosine 兩倍角公式是什麼嗎？沒關係，其實我也不記得。cosine 兩倍角公式，或者是兩個 cosine 的角度相加，你還記得它的公式是什麼嗎？事實上，我現在也不記得了。可是，如果我會使用這個 exponential 的形式的話，事實上我要算出這個東西，其實並不困難的。因為 cosine 的 theta 1加 theta 2，它事實上就等於什麼？等於這一個東西 theta 1加 theta 2。exponential 的 j theta 1加 theta 2的10步。那 exponential j theta 1加 theta 2，它不就等于 exponential j theta 1乘上 exponential j theta 2？那它就等于
cos 西塔 1 加上 j sin 西塔 1， 好，乘上 cos 西塔 2 加上 j sin 西塔 2。那這個東西，它就等於我們要取實部嘛，10部，那我們就把相乘會等於10部的東西取出來，相乘會等於10部 ，j 跟 j 相乘等於-1，這兩項相乘也會等於10部，所以它其實就是 cos 的西塔 1 乘上 cos 的西塔 2 減掉，就是 j 乘 j 是-1，啊-1 sin 的西塔 1 乘上 sin 的西塔 2。啊，還記得以前就是說，cos 減 sin， 但是我們現在不用背誦啊，事實上我們可以自己導正的出來。好，那再加上虛部的，因為我們不在乎嘛，所以我就不算了。所以事實上這一項等於什麼？就是 cos 的西塔 1 乘 cos 的西塔 2 減掉 sin 的西塔 1 乘上 sin 的西塔 2。OK， 所以說它事實上真的可以簡化某些三角函數的運算。好，所以這邊就記得咯，第一個我們引入的一個觀念叫做 phasor， 這一項叫做一個 phasor， 或者我們叫它一個 complex amplitude， 然後來代表一個旋波。我們的旋波啊，好，事實上我們旋波的通式是一個 s of t， 好，在訊號裡面 s of t 等於有正幅 cosine a 的 cosine omega t 加上相角。那如果你今天要用我們的 complex exponential 的形式來描述它的話呢，它就等於這個東西的10部，好 a exponential j 相角，好，它就等於這個形式。那比如說啦，好，比如說我們來練習一個例題，比如說如果我們有一個訊號，它是這一個東西的10部-3j exponential j omega t， 那它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它換算成這個形式嘛，正幅只有正的，相位旋波的頻率，好，所以它是等於正幅只有正的，這裡剩下一個-j， 好，剩下一個-j， 那-j 是等於幾度？我們在复數平面裡面，如果是1呢，好，0度呢就是1，那90度呢就是 j，-90度呢就是-j， 好，所以就是 exponential 的-90度，然後乘上一個旋波。所以呢，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cosine 嘛，啊，它的正幅是3倍的 cosine omega t 減2/π，啊，這是一個例題。那接下來我們再做一個例題，請你找出find complex amplitude of s of t， 我們找出某個訊號的 complex amplitude。這個訊號呢是一個 s of t 等於根號3的 cosine 77πt 加上0.5π。OK， 那這裡面這一個旋波它有正幅，有頻率，有相位。
那其中，如果你想要知道它的 compress amplitude 呢，我们知道 compress amplitude 它就是同時帶有振幅跟相位。好，所以這個 compress amplitude 的 x 就是這個大 X 呢，就同時帶有振幅跟相位。那你要找出這一個旋波的 compress amplitude 很簡單啊 ，x 它就等於振幅，對不對？根號3，然後 exponential 它的相位0.5拍就是這樣子。所以說我們呢，第一步要先學會旋波如何表示成 complex exponential 的形式，然後呢，再用 complex exponential 或者我們稱 phasor 來做一些運算。那接下來的傅立葉轉換呢，或者是頻譜呢，我們都要熟悉這一個表示方法，就是complex exponential 的表示。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學過了如何用 compress amplitude， 也就是 phasor 的形式呢，來表示一個旋波了。那我們接下來做一個簡單的應用，我們如何利用這個 phasor， 也就是 compress amplitude 呢，來幫助我們做一些計算。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呢，就是一個叫做 phasor addition rule。OK，phasor addition theorem， 就是我們要利用 phasor 來做旋波的加減的動作。好，那我們想要做的東西呢是，比如說啦，我們要想辦法去就是把旋波呢全部加起來，但这些旋波呢，它呢有一樣的頻率。好，我們想要呢把有一樣頻率的旋波呢做加總，第一個動作。那第二個動作呢，我們要如何去得知把旋波加總之後呢，新的旋波呢它的 amplitude 以及我用 amp 來代表 amplitude 跟這個相位呢，我想要得知，我把兩個旋波加在一起，然後呢，我想要知道新的旋波呢，它的相位呢，跟振幅各是多少？那題目是這樣寫的：我有一個旋波呢，叫做 x1， 那它呢，振幅是 1.7， 然後呢是 cosine 的2派乘以10t。加上70派除以180，好，就 x1 呢，它的振幅是 1.7， 頻率振幅是 1.7， 頻率呢是2派乘以10，也就是10赫茲。那它的相位呢是70派除以180，也就是70度。OK。那這時候我們有另外一個旋波叫做 x2， 好，那它等於振幅呢是 1.9 cosine 的2派乘以10t。好，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比較簡單，是頻率是一樣的，一個是10赫茲，另外一個也是10赫茲，但是它這兩個這個旋波呢，它的
相位呢跟振幅呢是不一樣的，就是200派除以180。好，那我现在想要做的問題是，請問 x1 加 x2 等於多少？好 ，x1 加 x2 等於多少？你的三角函数很厲害，那你把它代公式進去算算看。好，事實上是不太容易。那我們來看看說，它最後，我們先來看它最後會变成怎麼樣。OK， 好，我們有2個旋波嘛，好，一個是就這2個虛線的，啊，這個虛線的跟這個虛線的，好，2個旋波加在一起呢，就變成這個實線的，啊，旋波。我們稱這個新的旋波呢叫 x3 of t。好，那2個旋波加在一起，2個旋波呢都有相同的頻率，啊，相同的頻率加總在一起呢，會得到一個旋波。那我现在先告訴你答案，它的頻率還是不會變。2個旋波呢的頻率呢都是10赫茲，那加在一起的時候呢，事實上它的頻率是不會改變的。好，那這樣的一個題目到底要怎麼做？到底要怎麼做？我們先把這個題目，好，先拿到一旁去。我們先來把這個 Phasor addition 的這個 rule 呢，好，來把它證明一下。那之後大家就會知道了。就我們來證明一下一個叫做 Phasor addition rule。Phasor addition rule。OK， 那它的表示法是這樣子：如果我有一個訊號，它呢事實上是很多個旋波的总和，好，就是k 等於1到 n， 有 n 個旋波，這 n 個旋波呢各自有各自的振幅，好，但是它們的頻率呢是一樣的，大家的頻率都是 0， 然後呢，大家的相位呢也是不一樣的，啊，就跟剛才的那個 case 一樣。我告訴你，最後呢，這個旋波它呢會等於另外一個旋波，它擁有新的振幅，好，但是頻率呢不會動，然後呢，它擁有新的相位，好，它擁有新的相位。其中呢，這個新的振幅跟新的相位呢，它恰恰好會等於把原先的這個旋波的 complex amplitude， 好，把它做一個總和，就是我們把全部的這個訊號的 complex amplitude 呢，來把它做一個總和，就會得到新的旋波的 complex amplitude。這個動作呢，我們就叫它 Phasor addition rule。好，那要怎麼證明呢？我們來看看哈，這個東西是 Phasor addition rule。那我們來證明看看嘛，就是我們把我們的S of t 等於這個，好，它呢事實上就等於，好，
就是把它變成是一個 complex exponential 的實部。好，就是它呢，就是它的實部，這沒有問題嘛。好，接下來你呢，先取實部，再做加總。好，跟我們先把這個訊號呢，先做加總，好，再取實部。是不是一樣的？是一樣的嘛？因為我們复數的加法減法就是我加法就是實部加實部，虛部加虛部，所以我先取實部再做加總，或者是先加總再取實部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這一個東西實部，這兩個東西可以對調嘛？你要先加總也可以，你要先取實部也可以。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先把它搬到外面來。然後我把這個 exponential j 的這個項角呢，好，把它取出來。对不对？我把这一项搬到裡面。因為我說過了嘛，你先取實部再加總，跟先加總再取實部，事實上是一樣的道理。好啦，那接下來下一個動作，我們是對 k 做加總。這一項有沒有 k？ 沒有 k， 是不是沒有 k？ 也就是說，這一項沒有 k 呢，它對於這個 summation 對這個加總來講，它其實是一個常數，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項，好，這一項呢單獨提出來外面，也就是說，它會等於 real part 好，這項它是对於 k 的加總來講，它是常數嘛，所以它可以單獨被提取出来，对不对？它可以被單獨提取出來。那既然這一項好，最後呢，我們希望它變成是一個新的旋波嘛，那新的旋波它具備有自己的振幅、自己的相位跟自己的頻率。好，那它呢會等於新的旋波。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新的旋波的振幅，新的旋波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是不是等于原先的旋波裡面的所有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的總和？這項跟這項嘛，對不對？好 ，AK 跟這根項角呢，就是原先旋波的 phasor 呢，原先旋波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呢，全部加在一起，就產生新的旋波的 compressed amplitude。好，也就是我們剛才的結論吶。我們剛才結論是這條，新
新的旋波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就等於原先旋波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的總和。OK， 好，這樣沒問題，對不對？所以回到我們剛才的問題，好，回到我們刚才的問題，我們刚才想要做的問題是，我們想要把這兩個訊號做加總，這兩個訊號呢頻率一樣，但振幅不一樣，相位也不一樣。我們要把這兩個加在一起，我們不知道它的新的旋波是多少，可是我知道新的旋波，假設我們稱它是，好，我們稱它是 x3 好了。那我們知道說 x3 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就寫成大 X， 就是它的 compressed amplitude。就等於原先 x1 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加上 x2 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對嗎？再把剛才的東西拿回來看 ，x3 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就等於 x1 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加上 x2 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加總嘛，就把這些旋波的 compressed amplitude 都加在一起，所以呢，它是不是就等於 1.7 exponential 的 j 70派除180加上 1.9 exponential j 200派除以180 ，OK， 好，那這裡變成是一個複數的加減法嘛？好，那當然，如果你有很好的計算機，你可以直接把它跟它這兩個直接用极坐標的相加方法把它加在一起，好，那它呢就會等於 1.532， 好 exponential 的 j 141.79 派除180，好，那如果你沒有很好的計算機呢？你要如何加兩個複數？如果你沒有很好的計算机，你只有一般般的計算機，你要怎麼樣把這兩個複數加在一起？你的方法呢，就是要把它再換回這個 sin cosine 的形式。怎麼說呢？S1 加 S2， S1 呢，它等於 1.7 exponential 的 j 70派除以180。如果你不能用很厲害的工程計算機，你只能用很普通的工程計算機。那極坐標要做加法，你的做法就是先把它換回 Cartesian 的一個坐標系統，它呢就等於 1.7 的 cosine 的70派除以180，加上 j 的 1.7 sin 的70派除以180。那它就相當於是，這裡你們在看影片的時候，我希望你們可以自己把影片暫停一下，好，拿出你們的工程計算機出來打打看，
它呢這項會等於0.5814加上 J 的1.597。好，因為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進度跟度的一個對調 ，degree 跟 radian。好，你在打計算機的時候，你要能夠去切換 degree 跟 radian。那我們這裡這一項是 radian， 不是 degree。那 x2 呢，一樣嘛，好，它就等於是1.9 exponential 的 j 200派除以180，它呢就等於是1.9 cosine 的200派除以180加上1.9 sin 的200派除以180，它呢就會等於是負的1.785減掉 j 的0.6498。好，那當然我旁邊有小抄啊，我算得很快。你們呢應該是要自己打計算機，看看能不能把這項給打出來。那你之後你要算 x3 呢？哦，這裡沒位置了，我寫在這裡。x3 它就等於是把 s1 跟 s2 加在一起嘛，那你就是10步對10步咯。s1 的10步，对不对？還有 s2 的虛步，那你把它加在一起，那 s3 呢就等於負1.204加上 j 的0.9476。那之後呢，你還可以再把它換回极坐標系統，啊，就是把這個東西，啊，極坐標系統就是把它換回極坐標，就是它的平方10步的平方加上虛步的平方開根號，啊，就等於1.532。那換回相位相角，就是把虛步除以10步取 arctangent， 好，所以它就是等於 exponential 的 j 141.79， 好，派除以180，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知道 x3 等於多少了。你知道 x3 的 complex amplitude， 那你自然知道 x3 的讯號等於多少。x3 of t 呢？你知道它的振幅是 1.532， 对不对？你知道它的頻率呢不會動，是10拍，也就是 cosine 的2拍哦，不是10拍，是2拍乘以10。然後呢，再加上它的相位是141.79拍除以180。所以這個就是 Phasor addition rule 的一個應用。那我們再來做一個練習題哦。假設，好，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 quiz。好，我想要把2個旋波加總在一起，其中呢 S1 of t 呢，它就等於 cosine 的77派 t。那 S2 of t 呢，它就等於根號3的 cosine 77派 t 加上0.5派。我想請問S1 加 S2 是多少？
好，我想請問 S1 加 S2 是多少？只要2個旋波的頻率呢是一樣的，那現在這2個旋波的頻率都是77拍 T， 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 Phasor addition rule， 好，把2個旋波的 complex amplitude 加在一起的 Phasor 加在一起，所以新的旋波 S of 好，新的旋波的 complex amplitude 它的 Phasor 呢，事實上就等於 S1 加 S2， 對不對？那事實上呢，它就會等於 S1 的 complex amplitude 振幅是1，相位呢是0，加上第二個旋波的 Phasor 振幅是根號3，相位呢是 0.5 拍。OK， 那你就把這2個 complex amplitude 加在一起嘛，那一樣這2個直接相加做不到，但是你可以先換回极坐標，這個的極坐標就是1嘛 ，exponential J0 就是1，加上根號3 ，exponential J 0.5 拍是多少？以一個複數平面來講，只要我相位是 0.5 拍90度，它就是一個 J， 對不对？所以就是這樣。OK， 那你再把它換回極坐標系統嘛？你有一個實部是1，然後呢，你的虛部呢是根號3，那換回極坐標系統，好，它這邊是1根號3，那這裡是不是2？那極坐標系統的相角呢，就是這個角度嘛。那這裡就是90度的對面是2，好，那這個1的對面呢就是30度嘛。那這個的對面呢就是60度，也就是3/3拍，對不对？好，3/3拍。所以它就等於是2的 exponential 的 J 3/3拍。所以我們知道新的旋波的 complex amplitude 是2 exponential 的 J 3/3拍，所以新的旋波 S3 of t 啊，它就等於是2的 cosine， 頻率不會變嘛，77拍，加上新的相角。OK， 好，那我希望同學呢，你們可以自己練習看看這個問題。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題目呢，叫做 spectrum representation。spectrum 的這個表示法。好 ，spectrum 的表示法。那 spectrum 在中文呢？好，我們常翻為頻譜。好，常翻為頻譜。那我們就是要如同我們剛開學講的一樣，我們想要，像傅立葉一樣，想辦法把所有的訊號呢，用很多個旋波來合成它。那寫成數學式子看起來像是這樣子。我有一個訊號 S of t， 好 S of t， 那它呢是由很多個旋波所構成。好，很多個旋波 k 等於1到 n。AK 就是很多个旋波，它各自有各自的振幅，然後呢，各自有各自的頻率，那各自呢有各自的相位。用這麼多的旋波，想辦法去合成出一個 S of t 的這個訊號出來。那其中這個所謂的 spectrum 是什麼？spectrum 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 graphical form， 好，就是一個圖形的模式，好，然後呢，它能來顯示出 shows， 好，就是顯示出不同的。显示出不同的頻率的旋波的一個方式，我們就叫它是一個 spectrum。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講說，那 spectrum 呢，要怎麼樣來表達一個訊號？那訊號如何用 spectrum 來表達？好，那這一個東西啊，好，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東西。那它呢，就是一個頻譜的一個表示的方法。我們注意看第一個，注意看它的橫軸，橫軸呢是頻率。好，那這邊有標，它是用赫茲來講。那我們畫一個頻譜，最重要就是你看看橫軸，它是什麼單位？那我們有2種頻率啊。一種是以赫茲來計算的 F frequency， 或者是我們有另外一種頻率叫做角頻率，啊，就是 omega。那它呢，就是通常它的單位是秒分之進度。好，那這邊這個圖形呢是 F， 那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它告訴你說，這個訊號裡面呢有5個頻率，哪5個？有負250赫茲的訊號在裡面，有負100赫茲的訊號在裡面，有0赫茲的訊號在裡面，有100赫茲的訊號在裡面，還有250赫茲的訊號在裡面。那第一個同學看到這個問題，第一個通常都會問說，什麼叫0赫茲？那0赫茲在我們電機裡面其實蠻好解釋的，就是一個直流的一個電源的訊號，它是直流的。好，那它從頭到尾它不會變動，我們叫它0赫茲訊號。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叫做負100赫茲？頻率有正的有負的。那什麼叫做負的？好，那負100赫茲呢？基本上其實也蠻容易想的。如果我們用輪子，好，如果我們今天的這個轉動呢，我們用頻率來計算，正轉我們可以命令它為正100赫茲，那反轉呢，它自然要有一個負號的符號，所以所謂負100赫茲跟正100赫茲，它就是一個方向的一個改變而已。那這裡面的這個現在這邊講的這個頻譜啊，它有五種頻率在裡面，好，5種頻率在裡面。那這5種頻率呢，它分別有不同的強度。比如說啦，如果你在250赫茲這個地方呢，你的 complex amplitude 呢是4乘上 exponential 的j 乘上2/π，這代表什麼意思？代表說你在這個位置，你擁有一個 complex 的旋波。complex exponential， 它的 complex amplitude 呢是4 exponential j 2/π， 然後呢，它的旋波振幅相位頻率 j omega t， 可是我們這裡不是 omega， 這裡是 f， 所以就是2π乘上 f， 好，就是把它換算成 omega， 所以振幅相位頻率得到一個。下一個，這一個位置的這個頻譜呢，它所代表的就是我有一個振幅為7，相位為3/π，然後呢，我是2π乘上100t， 就這一項，對不對？好，以此類推，其實我們就是代表我們擁有5個頻譜的這個成分。OK，
所以接下去算這一個頻譜，它到底代表什麼樣的訊號呢？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我們就是可以把它算完了，總共有5個成分嘛，總共有5成分。那我先把它寫出來哈。第一個成分是在負250赫茲的地方呢，有一個頻率，那負100、0、125，所以我們在負250赫茲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負250赫茲，好，我們有一個頻率，然後我們有它的振幅，有它的相位。好，負250赫茲的地方呢，它有一個這個 complex exponential 呢是4，然後呢相位呢是負2/π。那在負100赫茲的地方呢，它有個振幅是7。好，然後呢相位呢是3/π。那在0赫茲的地方呢，振幅是10。那100赫茲的地方呢，振幅是7，相位是負3/π。那250赫茲的地方呢，振幅是4，相位呢是2/π。OK， 好，基本上就是這個圖。所以你看，在總共有5個 peak 嘛，那我把它的5個的振幅跟相位呢，先分別寫出來。所以，我們如果同時在頻譜裡面擁有這5個 peak， 它們就是合成出下面的旋波成分。這個旋波有5個，這個訊號呢有5個旋波來構成。哪5個 ？S of t 等於這一項移過來就是4的 exponential 負 j 2/π，然後呢它的頻率是 j2π 乘上250t， 再加上7倍的 exponential j 3/π exponential 負 j2π 乘上100t。好，再來是直流0的部分，0赫茲的部分，那振幅是10，然後再来是振幅是100的部分，就是7乘上 exponential 的相位是負 j 3/π，然後頻率呢是2π 乘上100t， 然後再加上4倍的 exponential 的 j 2/π， 好 exponential 的 j 2π 乘上250t。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得到了一個旋波，而這個旋波的这個的成分呢，就是這5項。好，那我們的 S of t 呢，事實上是由這5個訊號來構成的。OK， 這就是頻譜的表示方法。那我們剛才進行的動作是，我有一個頻譜，然後你把它寫出這個頻譜所相對應的訊號是長什麼樣子。那反過來說，如果我給你一個訊號，然後你能不能夠把它畫成一個頻譜？好，就是我們接下去要做的動作。比如說，如果
我今天想要畫一個，如果我今天想要畫一個，a cosine 的 7t， 請畫出它的 spectrum。好，請畫出它的 spectrum。那你要怎麼畫出來？基本上你要畫出 spectrum 的時候呢，你就是要把你的訊號呢能夠表示成相位、振幅、頻率的這個形式。還記得剛才的嗎？如果你擁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complex exponential， 那你就擁有一个頻譜的 peak， 好 peak 就是頻譜的峰。好，那你要能夠把你的訊號呢表示成這種形式，你才能夠畫出頻譜。那 cosine 能不能表示成這個形式？事實上是可以的，就是用我們所熟悉的幾個，好，就是這個尤拉公式跟反的尤拉公式。那我們先複習一下，最基礎的尤拉公式是這樣子，對不對 ？cosine 的西塔加上 j sin 西塔。那如果你把它omega 西塔呢带 omega t exponential a j omega t 等於 cosine 的 omega t 加上 j sin 的 omega t。好，那如果我們今天把 omega 帶負號，負 j omega t 等於 cosine 的 cosine omega t， 如果帶負 omega t，cosine 的正的角度跟負的角度是一樣的，所以這個是一樣的。那如果帶負 omega t， 西塔帶負 omega t 變成是 sin 的負 omega t， 那 sin 的角度如果是負的，它是可以提出來的。所以就是我們減掉 j sin 的 omega t。那這個動作是用來做什麼的？如果我們把這兩項合起來，兩式相加，兩式相加 sin 約掉，就是兩式相加嘛 ，exponential j omega t 加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 就等於2倍的 cosine omega t。也就是說cosine 的 omega t 可以寫成1/2的 exponential j omega t 加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那如果兩式相減呢 ？cosine 減 cosine 約掉，它減它等於2j sin omega t， 它減它。於是乎，我把2j 除過去 ，sin 的 omega t 它就等於2j1/1的 exponential j omega t 減掉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所以我們 cosine 呢，事實上裡面住着兩個 exponential complex exponential，sin 也是一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要求你畫 cosine 的頻譜，那事實上它就等於 a cosine 的 7t 因為 cosine 等於1/2 exponential j omega t 加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 所以它就等於1/2 2/1的 exponential j 7t
對不對？7t 帶入這裡，加上 exponential 負 j7t， 化簡一下，它就等於2/a 的。好，其實沒有化簡，只是乘開來，加上2/a 的。所以你看哦，我們其實有2個 complex exponential， 一個在這裡，頻率是7，正負是2/a， 相位呢等於0。頻率是-7，正負是2/a， 相位等於0。於是我們其實就可以畫出一個頻譜，對，我們就可以畫出一個頻譜。函軸呢，我們現在可以用 omega， 假設這裡是0，那在正7的地方呢，我有一個 peak， 它的強度呢是2/a， 在負7的地方呢，我有個 peak， 它的強度呢也是2/a， 对不对？7的地方2/a。負7的地方2/a，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畫出我們的頻譜圖啦。好，所以我們的頻譜的表示法有2個方向，一個方向是從頻譜來找出訊號，現在反過來就是將訊號呢來找出頻譜。